困过身，曲折拍扁叫我跌入尘，拘我魂，条条规训叫我忍了吞，笑我的虔诚，迈不出家门，要不争要我忍，浑身的走完这一生。可是我听见风来自海上和天空，他说别低头，低头便入牢笼。你是海浪，也是长风，怎可以上锁了？那心不服，管不住，是我眼中的刀锋。这世界容不下，那就刺破它吧。我的苦笑，我的疼痛，终将转身。但是在谈判开始之前呢，我们必须先要承认一件事情。虽然您的律师是说拿出了2张印错的广告单，实际上一共有4张印错的广告单流失了出去。诚实啊，真是诚实。这我们有错在先嘛，如果又撒谎，那不是错上加错吗？啊，识相啊，真的是识相啊。田老板，您看一下，这是印刷厂经理的证词，这个呢是印刷厂小工的证词，这是散发广告单的学生们的证词。给您看这些不是我们想推脱责任啊，我们只是想说明，印错这些广告单是工人的无心之失，并非是我们有意要想侵权。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还是造成了你们权益上的损失，所以我们在这要向田大少还有克劳迪教授致上我们最高的歉意啊。怎么就完了呀？哦。我们还会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道歉声明。当然，我们也会赔偿这件事情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多少？5000大洋。大哥，我觉得你说多少遍了，在外头叫田总，田总。乖，叫田总啊。田总，我觉得其实可以考虑。哎呀，既然你们是这么的坦诚啊，我也就跟你们说实话吧。你就算出去放一个屁呀，它不是有响动，也是有臭味，对吧？可是你们这个广告单撒出去之后，一点响动都没有，那就是连个屁都不如嘛，对吧？田大少所言极是。哎，你既然没有伤害，那更谈不上什么损失了嘛。我之所以要对你们穷追猛打告到法庭，就是想一把把你们搞死。谁让你们这个东方补脑丹卖的比我们西洋补脑丸好呢，对吧？田大少坦诚不拘一格，那是当然。做生意嘛，就得是以诚相待。但是看在你们刚才坐低扶小的态度，还是非常让本大少满意的份上，我决定，一，不用你们赔偿了；第二，也不要你们道歉了。哦，那是本大少愿意给你们一次机会，与我合作。哦，那怎么合作？首先呢，就是你们那个东方补脑丹必须要从菊景堂下架，所有的原材料都要从我们田氏药号进货。
哎，我们跟夏元夏老板已经有合作协议在先，毁约嘛，毁约。这毁约的金额缺多少我补给你们了。这不是钱的问题。生意嘛，有什么是钱搞不定的？哦，对，还有一点啊，你们必须要去国药工会控诉，就说首源药庄以次充好，真假混卖。田老板，您这是想让我们无中生有啊？弃暗投明啊，这是总好过说是我在法庭上对你们穷追猛打，然后你们身败名裂，那个身无分文、倾家荡产吧，是吧？可是我们也没什么名声和家产，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你说呢？是跟着我干，还是同我对着干呀？亲爱的，你决定吗？说句话。田老板，我们文氏大药房啊，虽然是家小药房，但是毕竟我们是做正经生意的，所以我想了想，跟您对着干，更符合我们的本心。你这是给脸不要脸，不识抬举啊！田通道，你根本就不配抬举我们。论药效，我们东方补脑丹远超你们西洋补脑丸；论价格，我们可比你低；论销售策略，我们脑子比你灵活；论趋势，我们超过你可是指日可待的。听明白了吗？哎，这个，走吧，亲爱的。哎，你，田大少，田二少，那咱们法庭见。哎，你，同学，大哥，这俩人是故意来气我的吧？这，啊，消消气，大哥。王老板，鞠景堂司掌柜在里边等着您呢。司掌柜，怎么来了？夏老板让我过来给你们送2样东西。他知道你们把所有的钱都投到生意上了，但是打官司却是花钱如流水，所以特地让我给你们送点钱来。他还说，如果钱不够，尽管开口，只要官司能赢，钱不是问题。这，谢谢夏老板。谢谢夏老板。另外，这个是林春柏大律师的名片，夏老板已经安排好，请他出马帮你们打官司。林大律师，正是。明天上午10点，林律师会在他的律师事务所等你们，请务必准时。一定准时。谢谢。我先告辞。慢走。来，送一下啊。哎，好。你慢走。怎么样？对这官司还有信心吗？我们赢不了，不过，也不代表我们就输了。怎么说？因为我们最终要赢得的不是官司，而是市场。其实这官司如果要赢，也不是没机会。是吗？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谁？克劳迪教授。教授，哎，不能再喝了，你喝的太多了。没事。我们明天一早有事情，还要跟律师开会，你忘了？喝够，我不开会。你什么时候喝够啊？只要你答应我最后一杯，好吧？最后一杯。我再上。先生，打扰一下，请问是田氏药号的黄先生吗？不错，有您的电话。我对，在那边，请。闪电，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啦？小桃核。你心里就只有他呀。林龙啊，
有烧饺子吧？给我来一杯。啊，抱歉先生，我们这里没有这个酒。不可能！这东北每个酒馆都有烧饺子。先生，这里是上海。我又忘了，这里是上海，不是东北。你很喜欢烧刀子？不喜欢，但只有烧刀子能让我忘记和娜塔莎分离的痛苦。谁是娜塔莎？啊，再给他一杯。你是谁？克劳迪教授，我是文氏大药房的文之秋。你好。喂，你再不说你的名字，我就挂电话了啊！不，哎，你再想想刘婉儿啊，也许你居然还有脸给我打电话是吧？啊！我告诉你，我是不会再上你的当了。That's what happened。所以我在这边诚挚的希望您能原谅我们。I forgive you. Thank you. Я до нетерпения дорогих. Не засмущу это дава. 好，哎，先生，来。You understand? Understand what? Ушата, медведь шата, медведь шата, Zeus muri, Garasiata。干什么呀？啊！我告诉你，你不要再来找我，大家以后井水不犯河水。你要是真把我逼急了，我就去找你的丈夫，大不了大家同归于尽，鱼死网破。一场七色为水年，Servire的水年。走，别唱了，我不走，这喝多了。还没给那大是超驴马车。走吧，再见，拜拜。怎么样？是不是时间不够啊？但我已经尽力了，我跟他聊了几分钟，不知道碰触到了黄德明什么伤心往事，他就把我电话给挂断了。你跟那个克劳迪教授聊得怎么样？什么都没聊上，他喝醉了。那我们是不是要想别的办法啊？有件事我就想不明白，什么事啊？这克劳迪教授，美国知名学者，为什么喝醉了就说俄语，唱俄语歌？这边，你第一次来，给你介绍几个朋友。好，来，几位聊得好呀？哟，田太太啊，这是顾夫人啊，你好，顾夫人。这是周太太，你好，严小姐。幸会了，严小姐。这是白小姐，是童心的朋友。哦，就是那个电影明星吧？对，是她。哎呦，这真人啊，比荧幕上还漂亮，比海报还漂亮。谢谢。那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呀？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哪天有时间，我带各位去片场看看。好呀，好呀，好呀。哎，对了，财运，你什么时候去美国啊？9月份走。哎，是去哥伦比亚大学吗？是呀。学什么呀？化学。哟，化学好呀，化学系的可吃香了。哎呦，我去一下洗手间。什么化学呀？1楼进去左转。这个你就不懂啦。在国外比较热。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盯着文之乔和他不能说上话。不是，你他妈干嘛去了？他们怎么就能聊上天了？我睡着，我保证我就多看了1分钟。1分钟，他们就说上话了。你给我快点，撅着，撅高点。王八蛋，你1分钟，你还是这样，我保证，他跟文之乔根本就没有说上一句话的。你怎么知道？你不是离开了吗？他喝醉了，他在唱歌啊。他唱什么歌？等一下，我想想，不是英文歌，不是英文歌。真的不是英文歌，我保。你以为你占便宜了？你不是英文歌，不是英文歌，坏了我的大事！老板，你别拿蠢货！你赶紧给我卷铺盖滚吧！老板，我保证，我这个事我解决。来，给我站着！不打你，滚！这不打吧，老板，我管得上说不打你就不打你，给我站着！这不打吧，老板，给我解决问题，你给这机会。滚！你个蠢货，这点小事都办不了，你怎么不去死啊你？哎，回来了，还没吃呢吧？哎，我呀今天做了条鱼，给你留了一半，特新鲜。你又给我留饭了？啊，怎么了？你吃了？我刚去了田家，受委屈了？没有。他们要是瞧不起你，我去骂他们去。放心吧，我不会让自己那么难受的。你在忙什么？林律师明天要的材料，我正在整理呢。你帮我把这绸缎铺和这裁缝铺的钱都结了。还有下1季度的房租，我也一起付了。韶华，等我下个月发了薪水，我还你。你薪水也不多，留着应酬吧。啊，还有，咱们俩别分得那么清楚。吃饭。韶华，我今天在田家听到了一些事情。姚三爷，请好。哎呦，三爷，夏元兄，哎呀，您来的真挺快啊！哎呀，我一接到你的电报，就马不停蹄的往这儿赶呐。哎呀，这一路辛苦了。哎呦，不辛苦，你这一路上安排的甚是周到，我倒没觉得怎么辛苦。哎呦，那倒好。来，里面请。好，请。您上座。好。哎，三爷，哎，我敬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三爷，咱们上次见面应该是3年前，在齐州。夏元兄，你是我兄弟，咱们就不用客套了。先说正事，等办完了正事，咱们再续兄弟情也不迟啊。三爷真是一如从前，还是那么耿直豪爽。你这么急着找我来，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了。不瞒三爷说，这次有劳您亲自来上海，是想让您帮我认一个人。谁？据说这个人在东北待过，而且非常爱喝烧刀子。哼，你看看，这个人像不像格列波夫？这不就是格列波夫吗？格列波夫是谁？在沈阳开诊所的一个白俄。他是个俄罗斯人，当过军医。那是民国7年的时候，到了沈阳，开了一个小诊所。这个人很会做生意，招揽了一些中国的客户，还在我那儿
进过药材，我手下的人都认识他。那他现在呢？现在，哎呀，现在就不知道了，因为好几年都不联系了。我倒是听说，他女儿跟一个中国人跑了，他为了找他女儿，就把诊所关掉，然后来上海了。我们请杨三爷出庭作证，证明这个克劳迪教授就是个冒牌货。这样的话，不仅这场官司打不下去了，就连田大少的西洋不脑丸也没法再卖喽。可是杨三爷是夏老板的合作伙伴，夏老板又是文氏大药房的股东，所以他的证词，主审官不会采信的。如果找人去美国取证呢？来不及了，下礼拜就开庭了。让田氏药号的人出庭作证，主审官总会相信吧？田氏药号的人为什么会来替我们作证？你刚才不是说了吗？田大少把克劳迪的助理给开了，或许我们可以利用一下那个人。哎，这倒是条路啊。我认得你啊，就是因为你，我丢了工作。不好意思啊，我是上有老下有小，我一家6口人，我就指着这份薪水活。现在好了，田老板把我开除了，你说让我们怎么活？我可以帮你。你怎么帮我？钱，还是你想要一份比之前更好的工作？那啥意思啊？只要你肯出庭作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哎，这都不是秘密了。我已经知道他叫格列伯夫，是个白俄军医啊。你怎么知道的？坐坐坐，来。只要你肯出庭作证，那你全家的生活都不是问题。老板，他们上钩了。我采访你们，这个哎，瞧，是不是？哎，田老板，是不是田老板？对对对。田老板，你对打赢这场官司有信心吗？田老板，听说您放言，不好意思啊，各位记者朋友，田老板说田总现在不接受任何采访，大家这边请。来，好。这些人都是你找来的？应该是。太少了，多找些人来，不要怕花钱，把事情搞大一点。田老板，到处都没有找到克劳迪教授。去哪儿找的？酒店都找遍了，就是没有人。接着找门后头、床底下、什么桌子下面、粪坑里去找去。好的。大哥，这马上就开庭了，克劳迪教授还不到场，这官司怎么打？授权书在吗？律师在吗？这官司不照打吗？田老板，哎，哎，这文之秋怎么没来？他今儿另外有事儿，来不了了。哦，我要是他，我也不来，丢人。田老板，庭审结束了才知道谁最丢人吧？是，庭审结束之时，就是你们破产之日啊！大白天的，怎么说上梦话了呢？死鸭子！
少华姐，我的记者朋友们都到了，您是想现在采访，还是等庭审结束之后？等庭审结束吧。主审官大人，克劳迪教授虽然不能亲自来到法庭，但是他委托我，将如下证据呈交给法庭。这是克劳迪教授把自己发明的补脑元素转让给田氏药号的转让合同。克劳迪教授允许田氏药号使用其肖像权的授权书，还有，这是克劳迪教授亲笔书写的抗议信，强烈要求严惩文氏大药房的侵权行为。被告方，对原告方提供的这些资料，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有。法官大人，我方对于原告方提出的这些书面证据，原则上没有质疑，但是我们对于原告方提出所有证据背后的前提，有重大的质疑。你说吧。主审官大人，克劳迪教授真的是克劳迪教授吗？你这是什么问题？法官大人，主审官大人，我换一个问题，这个克劳迪教授真的叫克劳迪吗？他真的是个美国教授吗？他真的发明了什么所谓的补脑元素吗？肃静，肃静！被告方，你刚才的质疑有证据吗？主审官大人，有，我方申请传唤证人黄德明出庭作证。反对。主审官大人，证人黄德明的证言与证明克劳迪教授身份的真伪有重大关系。传证人黄德明出庭。黄先生，黄先生，请您向法庭介绍一下自己。主审官大人，我叫黄德明，最近1年我是克劳迪教授的助理。主审官大人，黄先生已经作为克劳迪教授的助理达1年之久，想必您对于这位克劳迪教授已经非常了解了。可以这么说吧，这个世界上除了克劳迪教授本人之外，可能我是最了解他的了。那么接下来就请您如实的向法庭介绍一下，这位克劳迪教授他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主审官大人，克劳迪教授的真实姓名叫做克劳迪斯·彼特，他是美国费城药学院的教授，也是美国制药协会的名誉会长。不是，黄先生，我是说，请您如实的向法庭介绍一下克劳迪教授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主审官大人，我曾经在美国费城药学院学习过，这是我的毕业证书，这是我的毕业照。我在这里郑重声明，克劳迪教授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而且他是一位极具威望且非常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他本人拥有多项的发明，其中最重要的发明就是补脑元素。黄德明，我提醒你，现在是在法庭，欺骗法庭是重罪。我晓得，李律师，欺骗法庭肯定是重罪，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绝不能撒谎。主审官大人，我所说的句句都是真话。什么情况？被告的证人为什么替原告说话？肃静！原告律师，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想问的？主审官大人，被告证人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们没有什么要问的了。那今天就先这样吧，休庭。哎，钱老板，请你预测一下最终的判决结果。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虽然还没有最后宣判，但是结果是可以清楚地预测到的，就是我们田氏药房必将胜诉，文氏大药房就是小偷。文氏大药房的人出来了，大家不要着急啊，一个一个问啊，一个一个问。
温氏大药房的还随应吗？田老板，您的确厉害，竟然一手成就了克劳迪教授的学术地位。我还要一手再把你们打趴下，让你们一直翻不了身。各位记者朋友，温氏大药房和克劳迪教授马上要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关于今天的官司和东方补脑丹的后续，我们将会有第一手的消息发布。地点就在浙江路的新会酒店，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前往。快点去看看，去看看，有大新闻，对，绝对有大新闻。哎，他们怎么和克劳迪教授搞在一起了？不知道啊。冰心，老二，你也来旁听啊？老二，上车，别见着什么女人都走不动道。大哥，这是冰心啊！我知道，说的就是她。Pharmacy Wenxi Dayafang and me definitely get reached understanding. 克劳迪教授已经与我们温氏大药房达成了一个互相谅解。I decide not to appeal again. 并且也决定不再上诉了。As you all know, I'm the professor of Philadelphia College of Pharmacy, honorary president of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 就如大家都知道的，教授呢本身也是美国费城药学院的教授及制药协会的名誉会长。But actually, the efficacy of a new medicin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identity of its inventor. 教授也认为，这药的发明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款药的功效。That's why I want everybody pay attention to new drug, Dongfang Bunao-Dan. 教授也希望在此呢，大家能够把焦点再一次的聚焦在我们东方补脑丹这上面。I've tried it myself. The efficacy of this drug is significant. 教授本人亲自的验证，这款药的疗效卓越，是款好药。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你说他们上钩了，啊？是他们上钩还是我上钩了？老板，我不知道啊。你个蠢货，这都看不出来？我上钩了，我上钩了。辛辛苦苦捧出了个克劳迪教授，反过来替他们说话，我有那么蠢吗？没有。我有那么笨吗？我是那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人吗？我他妈还真是。好了，大哥，你也别太生气了。这样，我现在就去那个报馆，把那个白俄难民的底儿给掀了。哎呀，童心呐，你是真笨假笨呐！你把他的底儿掀了，那我们的药还卖不卖啊？脸还要不要啊？对呀。那怎么办，大哥？你问谁呢？你不知道，我能知道吗？连个小明星都搞不定，反过来还被他玩了，玩了之后还不能说我。大哥，你说什么呢？谁被小明星玩了？童心呐，大哥，拜托你件事行吗？别在女人圈里混了，你脑袋里已经全是胭脂水粉了，你还田氏药号的2号人，我看你是头号蠢货。不对，你连头号蠢货都不是。那是谁呀，大哥？嘿，我这Если бы не вы,
я бы не смог найти свою Наташу. Спасибо. 也谢谢你，配合了我们演了一出戏。我到上海就一直在演戏，这点剧情不在话下。格列伯夫，我们该上车了。我要去见我的 Natasha 了。祝你们父女早日团聚。Наконец-то я смогу вернуться на свою вторую родину. Я смогу теперь жить под именем Глебова. 告辞。告辞了。一路顺风，三爷。请。你还懂俄语啊？听不懂，反正点头就对了。这次能打赢田大少，我可功不可没啊！来邀功了。我还要请赏呢。文老板，你打算怎么奖励我？请你吃饭。就一顿饭把我打发了？再给你包点奖金。包多少？100大洋。太少了吧？那你想要多少？我想要升职，而且我不要当那种普通经理啊，我要当副总经理。副总经理？嗯。你才来多久？我还要让你把我那1成身股变成银股呢。啊，升职可以商量，这银股……可是我觉得我的能力配得上副总经理，而且我对文氏大药房的贡献也值得1成银股啊。这样吧，我帮你升职，还帮你加工资，但这银股再说吧。那文老板，我还是辞职吧。反正我觉得经历这次田大少的事件，应该上海很多药房都想抢着要我吧。威胁我？对啊。那好，如果你的身股想转成银股，那我就不能给你加工资。还有，你想干副总经理的活，只能拿普通经理的钱，你可以吗？成交。还得请我吃饭，就一顿啊？餐厅我选啊，菜我点，酒你出，小费算你的。也看天雷霆我们。什么康？康什么？很会算计的意思。你说我是算计的女人？不是吗？彼此彼此，文老板。你在呀？你怎么不开灯呢？怎么了？我现在才知道，田家根本就没接纳我，他们只是想利用我对付你，邀我入席，请我喝下午茶，让我听到黄德明被开除。这一切全部都是安排好的。是，田大少算到了，你一定会向我通风报信的，所以他就给咱们俩设置了一个陷阱。哎呦，还好，还好你没上当，要不然我得恨死我自己。哎，你怎么知道这是个陷阱的？你还记得我刚到文氏大药房的时候吗？你介绍我去田氏药号谈合作吗？我记得，回来的时候，你只是说那天没谈成。哼，何止是没谈成，我还被田大少好一顿的羞辱。天哪！但我从他对我态度上的推断，我觉得他们田家对你是非常的不满和反感。不过那个时候你跟田二少正在热恋，我也不想扫你的兴，就没跟你说。对不起啊，少华。后来，田大少就把文氏大药房给告了，而这个当口，他们田家突然就接纳你了，这完全就不符合刻薄势利田大少的风格，不得不让我怀疑他们家接纳你的用意。哎，再后来，在官司最紧要的时候，他们让第一次登门的你
就听到那么私密的对话，哼，那我就更生疑了。你朋友不是说田大少把克劳迪的助理给开了吗？或许我们可以利用一下那个人。哎，这倒是条路啊。这可能不是条路，是陷阱。为什么？直觉。直觉也算数啊。我倒是相信楚小姐的直觉。哎呀，我真傻。你不是傻，你呀就是关心则乱，而且你那么想嫁给田二少，在我们跟田家对立的时候，你还愿意选择帮我。虽然那个消息是假的，但是你对我们这份情是真的，所以二女我该谢谢你。但是我的关心差一点害了你啊！恰恰相反，你的关心帮了我们大忙。正因为察觉到田大少利用你给我们设置陷阱，我们才想到了对付他的办法。我是在想，如果田大少开掉了黄德明，是为了做一场戏给我们看的话，那这场戏的用意是什么呢？他肯定也认为我们已经开始怀疑克劳迪教授了，所以绝对不会让我们在法庭上揭穿他的身份。那把黄德明推来我们这儿，应该就是要以投靠之名行破坏之实。有些道理。不管他们怎么演戏，别理他们，就让杨三爷多找几个人出庭作证。我就不信主审官不信我们的。这样，找这个姓黄的好好谈谈，只要钱给够了，我相信他会改主意的。我们为什么不反其道而行之呢？这个格列伯夫，他外表长得像一个学者，而且他很会说英语，还懂些医，也就是为什么田大少看中他，让他假扮成美国的教授。那这2年，为了抬升克劳迪的名气，田大少也是花了很多钱呢。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拆穿他呢？我们可以让其为我们所用啊。拆穿他是为了打赢官司啊！我们要赢的不是官司，而是市场。如果真的能为我们所用的话，那市场跟官司不就双赢了吗？对，与其收买黄德明，不如收买格雷波夫。那得花多少钱？我倒是觉得不用花钱。这个格列伯夫他有个女儿叫娜塔莎，看得出他很爱他的女儿，不然他就不会关掉自己的诊所，千里迢迢都来到上海寻找自己的女儿。躺在雪地上的小毛毯，一点点融化着白鹿汗，爱爱茫茫的雪路上，是你心中的眼，小小风浪洒洒混云端，藏在他心中的小毛毯，一点点温暖着他心房，他低诉着春天不远，他说冬天很短，永恒的彼岸在朝着他呼喊，一天一天兢兢业业不留遗憾，黎明一点一点和和夜夜不再孤单，烽火燎原照亮绝望，我为你舍身去抵挡，筚路蓝缕到达心中永恒的彼岸。